而且流浪的话，前2天也是刚刚登上了这个巅峰第1嘛。就整体，其实流浪他一直都是在巅峰榜前列，不断的去精进自己技术的一位选手。然后你会看到他整体的前期节奏，其实今天只要他能够跑动的起来，就包括大家打到快手的时候，经常会聊到这一点，只要流浪前期能动得起来，你就很难去抑制住他们的节奏。还有就是上局小雨那个孙二香经济之所以能那么高，也是完全因为这个西施也不吃钱，都给他吃啊。那来看一下双方的第2小局，蓝色方是桐乡琴酒，红色方是 KSG。感觉琴酒今天一直选蓝，会一直选蓝，大概率也是为了限制一些强势的开团服给到医生。确实。把盾山搬了，那这样苏烈要放出来了，还有一个鲁班大师。苏烈和鲁班大师会出来一个，全放。但如果左边抢了鲁班大师，右边也应该不会去用苏烈打。但这个圆坦是拆了一手这个鲁班大师加上圆坦的组合，他有可能会去拿狄仁杰那套去应对。流星锤组合被拆了，对的。但鲁班大师得拿，如果你不拿，对面你1楼也不能抢苏烈吧？你抢苏烈，对面鲁班大师正常打你。是的。鲁班大师还是接了，看要不要拿狄仁杰或者敖影这2个英雄当中其中一个。他只要前3楼出了就行。向世间。啊，直接出了之后给别的位置 counter 也挺好。然后最近用张飞去对位打鲁班大师的也挺多的，看一下待会儿3楼会不会出吧。先亮裴擒虎，先亮裴擒虎，跑节奏。基本上在野河上面的话，就是镜和老虎2个英雄，这2个英雄也是这个赛季这块玩的比较多的。杨戬感觉更多的是去撑一个强度，是和理想结盟，是与纯洁立誓。上野出的是相对比较早的，马超这边用来对位去盯到一个敖影，以防自己后面没有好用的英雄了。哦，杨戬打裴擒虎。那这样 KSG 这手游走是出还是留？或者他们可以考虑把对抗位先出了。好，海月用来盯杨戬。后期就是盯马超了。马超很怕，这手海月出的让吴璇有点难受了。前期裴擒虎应该会去照顾他，张飞没了，然后 KSG 是把西施搬了，小乔也搬掉。那鲁班大师还有一个能接 combo 的是王昭君，王昭君大概率应该会上班，因为这个赛季9安非常喜欢用王昭君啊，并且他这个阵容还挺怕的，挺怕接 combo。哎，放了一个王昭君出去，搬了是鲁班7号，没错，给了王昭君。对，那秦九保底有个王昭君了。秦九这边的班位是给到了墨子加上司空震。夏洛特已经用过了。曹操其实大家都就理论上马超单打曹操挺好用的，但是这个赛季偏偏是曹操打马超的胜率高，更高一些。这有的时候就很奇怪。他不单单考虑的是一个1对1的问题。我吃叉，先要试试。选了一手吃叉。不过同样，你聊到这个点，还有一个就是无言，他的这个赛季目前还没有用过曹操，其实他相对来说是一个已经放弃了对抗性比较高的英雄。是的。秦九这边是直接选择了虞姬，让他一个人去当抗压点，他打敖影单线还是比较舒服的。中单还有个王昭君在，王昭君拿了，虞姬拿出来之后就只能自己玩了。这个版本确实我们前面有聊过嘛，当敖影先出的情况之下，确实没有特别好的射手去跟他打。看一下快手周1楼廉颇要不要？这手游走庄周，哎，庄周，这把廉颇是解决自己会被控的问题，庄周是解决全队会被控的问题。是的。而且这么一来的话，他们搬这个鲁班敲也确实是比较好去理解了，因为容易被白打状态嘛，他们整体的开团能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强，对，基本上都是一个反手，他是很害怕对面先手消耗的。但如果他不搬鲁班7号，真的左边拿鲁班7号，他就不会出这手庄周了。那倒也是，肯定会出一个偏进攻的，像廉颇这样主动去开的了。不过最后这手庄周确实他是增强了整体的一个反手能力啊，然后
他和海月其实作为一个前点来说的话，会去压缩秦九的视野。这把快手又是一个双切位啊，上把的耀加夏洛特，这把的裴擒虎加上吃叉。基本上从现在的团战方面来看的话，快手他打那种多进场的夹击团是比较多的。对，而且他们每个点都挺自由的，他没有说一定要保证哪个点去打。前期这套阵容主节奏主要就是围着句号了。他这把拿了裴擒虎，主要打一个速率差。秦九这边他要顾虑的点就比较多了，他想打架，鲁格纳是跟王昭君前期必须得在。对。然后虞姬这边单打我也没什么问题。整体的节奏点上面来说，秦九这把还是要多去帮上路，得去帮一下马超这条线，因为虞姬拿出来了，基本上就不需要管他了。他们得尽可能的让马超这一把的经济高起来，否则的话，他们在中期其实整体的伤害量少，包括对 C 位的限制上面都没有那么的理想。对，这把就是在对抗路打架。对抗路这把应该会蛮热闹的。同样，这把也要看一下南风，他的鲁班大师其实并没有那么好开啊，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害怕鲁班大师的点，所以我感觉秦九他们的打团也需要再多一些层次，看尽可能要不就是压一些血线，要不就是先骗一些对面的关键技能。这把秦九前期想出节奏真的要花点心思了，对，要么就是打技能差。就得先有一个人先去骗技能，就杨戬和鲁班大师之间得去做到这种衔接和配合。但这也是下来到 S 组之后要去面临到的考验，每个队伍都是这个样子的，也要看一下他们在整体的思路上面会不会有一些不同的变奏处理，这也是 S 组的比赛好看的地方。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小局，蓝色方同乡秦九，红色方 KSG， 我是解说一雪，我是解说潇洒。全军出击！中路4个都是蓝色系的皮肤，直接挤到了这个山好的位置，压退了杨戬，再进红。问题是身颠交了惩，还没拿到这只山好。对的，这个红 buff 还要被反，想要去打一个换节奏，看看来不来得及。惩击还没好，而且裴擒虎带红过来了，过来卡了，要留人。这一下红还是无言抢到的，那感觉要炸呀！是的，流浪直接闪现过来配合做留人了，就找圣殿一技能划过去，滴滴血到手，句号已经挤到对面的蓝区了。快手的梦幻开局，深颠的天崩开局。这1分钟啊，1分钟相当于给深颠留了2组野。1分钟的时间只能拿到2组小野，而句号这边的话，他通过刷野已经对位领先了300的一个反野经济了。这才1分钟没到的时间。秦九的这个开局啊，我感觉他们是没有想到快手会进的这么果决。是老虎直接虎形态扑进去，然后刚好身边是交惩想保那个山豪，然后还没保住，关键是没保住，自己惩击交了，对面还知道了。对，那肯定是不客气就直接进到你的一个红区了。然后想去换红，结果被吃差一个超杀远程这个剑落群星直接给抢了红，他当时成绩还没好。主要是你吃差再一带红，你刚刚一看无旋的第一视角也很难受。哎，杨戬怎么又死了？那马上第2轮野区要刷了，是被海月带进去了，还是？看海月没有大招，应该是的。对，因为流浪大招没了。啊，这野区不是崩了？主要你对上路还要杀，裴擒虎已经绕后了，直接挤过来。这马超怎么办？9还是给到视野了，但是马超很难受啊。要被卡，但是句号扛塔了，是句号扛着这个塔的，还好被拉进去了。是的，但是外面还是被王昭君给留下。无言这边大招开起来，打出了一个王昭君的闪现，得赶紧撤了。哎，无言也扛塔了，极限交个盾。庄周给了个大招，给了大招可以加护盾。这波句号没卡好距离啊，他本来想让队友先扛塔，结果他自己扛塔扛多了。但是这把海月啊。大家很久没有看到这么顺的海月，流浪这把3杠0的开局，海月是一个
一旦有钱，拉一个杀一个的中单，其实这个经济要是放到巅峰赛里边，带飞了，拉谁谁死。对。很久没有看到这么顺的前期的海月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波前期的回放。我帮他卡线，让他过来吃。海月大招其实都还没有完整，海月大招是后给的，并没有给杨戬，是直接第一时间集合就已经秒掉了。然后这波就是句号扛到塔了。对，这波是失误。对于快手的进攻来讲是个失误，对于圣巅来讲真的是喘了一大口气啊。是的，起码刚刚那位双 buff 全拿到了。但是这样的一个前期，我觉得对于秦九来说压力还真的是蛮大的。这怎么办啊？前期能打的杨戬现在都被压了。然后下半图也很难去出优势，因为虞姬基本上就是一个和敖影对着清线的过程。龙的话，老虎直接开。如果杨戬敢过来抢，大概率会被直接带走。杨戬现在被动还没叠起来，应该不敢去抢。对，不敢进去的，除非给了链子，但是这波不太好弄。目前看起来秦九还是想先以稳自己的野区为主。庄周的大招已经好了，所以看到医生基本上就是贴着南风的这个鲁班大师走。杨戬还在下，自己蓝 buff 要刷了，要吃这波线。但看到句号的位置的话，第一时间应该也不去进。句号先吃自家野区了。对的。看到这一局的预测上面，25人看好了 KSG， 2人看好了秦九。GG 跟瓶子，不知道 GG 跟瓶子两位看到了这4分钟之前的开局，作何感想？这确实有点太炸了。主要开头没想到。对。给右边的阵容提速了。主要是当时那个红无烟拿完了以后，他上路还可以单压马超，马超也很难受。就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了，可以说是。上路率先推掉，然后中轴互相抢也不慢。关键这把马超后期也不好发挥啊，有个海月盯他。然后杨戬又不是一个后期英雄，他这把就是个前排。是的。全靠虞姬吗？虞姬后期 C 不动的，很难。这个版本真 C 不动。这波杨戬咬进去，被打了一点点的状态。真得看，哎，这把真是考验快手稳定性的时候了。知道阵容拿到这么大的优势，就按照他们该有的画面稳固去打运营，慢慢拉开经济差就好了。把下线截了。刚刚是海月的大去骗了一波对面王昭君的闪。鲁班大师刚刚想开啊，是被技能卡了一下。被风龙魂对弹了一下。这波就是打对面的一个被动就想撤，杨戬咬过去找到是庄周，因为那边海月已经带走了马超，快手的人正赶过去，赶过来要接应，马超走不掉了，外面全是快手的人，无坚不摧。4-0的海月真的好久没见了。其实到目前为止真的看不到什么翻盘点，因为你唯一的开团鲁班大师还被一个庄周给克了，右边的阵容顺风之后，这庄周就盯着你鲁班大师。而且你看到流浪整体的走位图，基本上前期哪条路都有他的影子。老虎已经5100的经济了。现在对于秦九来说，能做的只能是把家里面能守的资源先守住，然后尽可能把线给截掉。但正面的对抗现在是打不过快手的。不是，关键快手他不会跟你正面对抗。是的。他现在优势可以牵着你鼻子走，他的线非常的优，他没必要去跟你打55的团。打架这种事就是说跑，而且也是快手要避免的。对。就是你得忍住，你要打你想打的团，在你优势的时候。这波红被包过去了。他完全可以用带线的方式去规避掉秦九的正面团。他有3个带线点，但是秦九只有1个。老虎、吃叉、敖影都能带。秦九这边应该是要逼个大，给减速，打了一个敖影的大招。这样就有一个技能差了。鲁班大师大招肯定是比敖影大招快的。看接下来南风能不能找着机会。吴璇上路碰到了，自己的状态被打掉了一半。哎，这里王一冻住了，这是一波二闪，应该是直接快速的冻住。哇，这一波瞬间
流浪都没反应过来。是的，这真的非常的快速啊！而且这个终结的人头给到他们，应该说后期可能会成为翻盘希望的一个点了。虞姬是的，虞姬经济一下子高了all in不少。上路再抓一个，给到了，直接逼了一波闪现。哇，金蝉脱壳啊！逼了一波闪现，借这个直角的墙走掉了。大招加闪现。 但是九寒这一动确实是给秦九争取了很多的一个希望。主要是最近几个版本看虞姬带领队伍去翻盘画面比较少。这把真的只能看他，马超会被盯死。虞姬现在对位的经济确实也是有领先的，6300，拿了个终结。所有的队友的经济也基本上往台上在位。 下路要抓马超，想抓马超，但应该要老虎打残，越墙过去，再拉进去。是的，拉进去已经是个残血，里面应该能杀掉的。要看外面，应该能单杀里面杀掉了。秦九都不用看，但这波马超掉了之后，下路的兵线不多，还行，能接受。然后10分钟龙团的话，无旋的马超能赶上，而且野区没资源。把中路一塔守好。 中路一塔，王昭君有大的时候是比较好去做到一个防守的。现在老虎是全场最高的经济，7600。这把句号的裴行虎出装里边也有红莲斗篷。是的。打杨戬、打马超这种有回复的英雄还是比较好用的。哦，中路直接不要兵线强拆，快手没招，很果断啊。 感觉快手他们的决策都是非常干净利落的，因为他也知道我如果正常等兵线过来，你肯定有人防守，尤其是王昭君能守。但如果我用边线做一波牵制，把你的人牵制到边路之后，然后趁着兵线还没对接，我就直接过来强拆你拿我没办法。这把你看打野位领先了2000多块，这个不够惊奇，但是中单位领先了2000块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啊。 还是比较少见。鲁班大师想拉，但是海月大招把鲁班大师拉了进去。看一下外面，身体有点想去摸龙的想法，开了一个大招，但是还是句号拿到这条龙。外面王昭君大招盖了一下，分割了一下战场。看一下吃叉进场，有点毁天灭地了，这波直接定住虞姬。敖影也来了，大招往前飞，配合上句号挡着手，2连击破，下路有线过来，有点想打终结了，快手。 非常快，而且是这个赛季非常经典的10分钟猝死团，只有马超一个人，对面5个人全部集围冲马超，把下路的线送进来，就可以选择点水晶。让我们恭喜 KSG 来到赛点，闪电的速度。而且其实，在第1轮，尤其是后半程的时候，大家会发现快手在打这种10分钟。